大家好，我是大王。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候的表態，引發的中日之間的摩擦已經持續了2週。尤其是隨着本週股市的大跌，很多原本對政治並不很關心的人，也不得不關心起政治。正應了那句話：你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關心你啊。畢竟中國和日本分別是全球第2和第4大經濟體，2個經濟體量如此之大的大國之間的摩擦，勢必對全球經濟造成動盪和影響。今天我們就來預測一下中日摩擦後續的演進可能性以及股市的動向。簡要回顧一下中日摩擦的起源以及發展過程。在11月上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候表態，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並暗示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武力介入台海問題。這番言論立即在東亞地區引發了巨大震動成為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現任日本首相首次在正式場合如此明確表達對台灣問題的軍事立場。中國政府的反應可以說非常迅速而強硬。從11月10號起，北京的多個部門連續發聲，1週之內對日發聲或採取措施達16次。其中，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以奉使召見這種高級別形式約見了日本駐華大使。這個措施顯示出北京的高度重視。孫衛東在會談中連用5個嚴重，包括嚴重違背國際法、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嚴重破壞中日關係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反制措施隨即出台。11月14號，外交部和文旅部同時發布安全提醒，建議中國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這個提醒立即引發連鎖反應，6大航空公司迅速推出了涉日航線免費退改政策。截止11月18號，約50萬張赴日機票被取消，退訂率高達32%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最大規模的機票退訂。日本野村研究所估算，這個旅遊預警可能使日本損失2.2萬億日元，相當於 GDP 下降0.36%。但是日本保守黨舉行例行記者會時候，保守黨代表兼參議院議員百田尚樹回答記者的時候說，這2.2萬億不算什麼。他說呀，他根本不在乎這2.2萬億的日元損失，因為首先他不相信這個數字是真實的，即便這個數字是真的，那麼除以日本人口的總人數，也就是人均損失1.8萬日元左右。他說，如果他只要花1.8萬日元左右就能讓中國遊客那些素質低下的遊客大幅減少的話，他非常樂意。中國がですね、どうも観光客をどんどん自粛させて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私はもう大歓迎。はい。共同通信でしたかね、このなんていうか、経済的なマイナスは2兆2000万円というような、そんな数字を出してるみたいですが。そんなに多くないだろうと、2兆2000万もそんな経済マイナスにならんと思いますが、仮に2兆2000億としても2兆2000億としてもですね、国民日本人の国民1億2000万、これ1人頭もあったら1万8000円ですね、約。1万8000円ぐらいで、中国人の観光客がね、マナーの悪い観光客がどっと減るようだったら、これは大いに結構ですね。私は喜んで1万8000円払いますわ。はい。だから中国政府のね、観光客自粛はもっと続け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てます。說實話，我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非常驚訝。我想，這個視頻是不是 AI 做的呀？這怎麼可能是一個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官方說法呢？因為我不懂日文嘛，所以我又特意讓 AI 把這段語音重新好好翻譯了一下。果然它是這個意思，真是讓我大跌眼鏡。緊接着，在11月19日，通過外交途徑，北京正式通報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在同一天，恢復日本牛肉對華出口的政府間磋商也被終止。水產進口暫停的消息直接引發了 A 股市場的連鎖反應在19號當天，水產養殖板塊集體暴漲，比如這國聯水產午後20厘米直線漲停。獐子島、大湖股份、開創國際、中水漁業、東方海洋、好當家等全部漲停，整個水產板塊指數單日漲幅高達 9.45%。國聯水產作為全球最大的對蝦加工企業，成為這輪行情的龍頭。不過，這種暴漲來得快，去得也快。
幾天之後，隨着市場的冷靜，這些股票紛紛開始回調。但這輪行情也說明了地緣政治變化對資本市場的直接影響。電影市場同樣受到波及。日本動畫電影《鬼滅之刃》無限成篇第一章一窩座在襲11月14日在中國上映，首日票房破億，創下了日本電影在華首日票房紀錄。上映3天票房突破了4個億。《鬼滅之刃》這部動畫片我也非常喜歡啊。反派主角一窩座當時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上一部劇場版中，一窩座和岩柱的戰鬥非常熱血，非常動人，场面也非常的华麗哈。一窩座那個再生能力令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網上对這部電影的評價也非常高，應該是《鬼滅之刃》劇場版目前為止最優秀的一部。但是隨着高市早苗言論的發酵，這部電影的票房出現了斷崖式下跌。11月17日，這個上座率從前一天的 8.6% 驟降至 3.1%， 單日票房從9000萬跌到2500萬左右。到了11月20號，單日票房首次跌破了1000萬，上座率只有 1% 了。退票率還一度飆升到 7.6%。原本預期能突破10億票房的影片，最終預計總票房應該只有 5.89 億左右。同期，《蠟筆小新》和《工作細胞》等进口日本影片宣布暫緩上映。在中国国內社交媒體上，高市早苗相關話題閱讀量以億計啊，絕大多數網友表達了強烈不滿。很多人表示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呼籲抵制日貨，取消赴日行程。在日本国內，高市的言論也引發了很大爭議。日本社會民主黨黨首福島瑞惠表示，高市早苗將台灣有事兒視為存亡危機事態，不合邏輯。公民黨黨首齊藤鐵夫表示，高市早苗的言論非常令人震驚啊，必須做出修正。1月15日晚，也有日本民眾在東京首相官邸前舉行抗議活動，手持高市下台、撤回言論並道歉、反對戰爭等標語。也有類似於 BBC 這樣的媒體走到了台灣和日本的街頭，對民眾進行採訪。知道的時候当下蠻震驚，他敢跳出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國際層面上是緊張的，但是在心裡是開心的。看新聞知道啦，知道的時候當下蠻震驚的，就覺得高市他蠻直接的，對，他是一個蠻直接的人，就直接這樣子說出來他的想法這樣子。因為之前幾個前日本的首相他是不敢這樣直接講的，只有安倍跟他就是很明顯他就遵循安倍的想法這樣子。是蠻開心，但是又有點尷尬，就是覺得日本他們也有媒體採訪在日本的中國遊客，他們的回答呈現出了一個複雜的心態。有人說錢都花了，不去太可惜；有人說日本風景和服務確實不錯，但以後可能不會再來了。還有人直言旅遊是一回事，但該抗議還是要抗議。可能會有點影響，對，因為有部分人還是會有在意這些的。他只是說明了他的立場，但是大陸對票都買了，也沒辦法變，然後反而是大陸那邊講，還是注意一下吧，不要太晚上還在外面，早點回酒店應該是，但是反而讓他自己處於一個可能會有一點點吧，就後面如果有行程的話，有可能會耽誤，可能會考慮一下。私たちは自由に旅行するつもりです。まだまだ行きたいところがあるので、日本にはまた来るつもりです。私たち一般市民には関係ないです。很干净。日本は綺麗ですし、また遊びに行きたいです。渡航自粛要請については知らないし、わからない。特に政策が変わらなければ、今後も日本には来ます。私は中国政府を支持します。這種矛盾心理也反映出普通民眾的消費行為和國家立場之間的一個微妙的關係哈。再來看看日本股市的反應。11月17號，日本旅遊業、百貨零售和航空板塊成為重災區。
資生堂股價大跌超過9%，日本航空下跌超過5%。18號，日本股市繼續暴跌已經225指數一度下跌超1000點，跌幅超2%，最終收盤下跌3.2%，創今年4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A 股市場同樣經歷了劇烈的波動。11月18日 ，A 股的3大指數連續第3個交易日下挫，市場超過4100只個股收盤飄綠。11月20日，美聯儲可能延緩降息的消息引發了市場的焦慮，美國股市大跌。中國大陸的 A 股也隨着各種因素的疊加繼續下探，截止21號的中午大幅下跌了3%，整個市場超4000只股票下跌，很多股票創出了近半年來的新低。A 股的成交量也持續萎縮，全天的成交額已經連續幾個交易日未能突破2萬億大關，反映出當前市場的情緒偏向謹慎，增量資金入場意願不強。11月18號，日本外務省高官緊急訪華，試圖解釋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但由於高市早苗表態，他並不收回這個言論，他只是以後不會再講了。那北京的態度非常明確，你一定要撤回這個錯誤言論，否則一切後果由日方承擔。這就是截止目前整個事態的發展狀態。那麼從歷史經驗和現實條件來看，我們來預測並分析一下這場摩擦的後續發展方向。首先發生熱戰，也就是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中日之間爆發軍事對抗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雙方都承受不起。日本雖然有自衛隊，但在中國面前不是一個量級。高市早苗的言論更多是政治表態和外交信號，並非真的付諸行動的前奏。因此，中國肯定不會因為一個政客的言論就採取軍事行動，但經濟和外交層面的反制措施肯定會持續施壓。其次呢，局勢緩和只是時間問題。雖然現在看起來雙方立場對立，但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不會改變。日本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無論是貿易、投資還是旅遊，其實都是離不開中國呀。持續對抗會讓日本付出更大的代價。現在北京的反制措施已經讓東京切實感受到了壓力。雖然高市早苗說不會撤回言論，但是明顯已經出現了軟化，表示以後不再發表類似的言論。而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實際上還在持續。如果中國一方面跟世界第1大經濟體打貿易戰，同時如果和世界第4大經濟體，而且經貿關係往來非常密切的日本近鄰摩擦持續或者加劇的話，同時還要應對國內複雜的經濟形勢以及就業形勢，如果要同時面對這麼多的壓力，即便中國經濟的底子再厚，那也很難持續這麼一個狀態。所以如果日本方面能夠採取一些實際行動，哪怕是口頭上的行動來修復關係，北京肯定也會留有餘地的哈。第三就是這個股市應該會逐漸企穩。這幾天中日股市都連續大跌，很大程度上就是情緒宣洩。投資者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擔憂，對經濟前景的悲觀都已經集中釋放了。但股市不可能一直跌下去這個情緒宣洩到一定程度，理性肯定就會回歸，尤其是隨着這個雙方關係的緩和。現在 A 股和日股的下跌，既有中日關係因素，其實也疊加了美聯儲的政策、技術面調整等多重因素。而且接近年底，這個時間段往往又是很多基金和機構他們落袋為安，保住當年收益的這麼一個時間點。在過去的一周，這些情緒釋放和多種因素的疊加之下的下跌，應該說都已經得到了短期的釋放，所以大概率是在周末或者下周初就會傳來中日雙方雙邊關係緩和的利好消息，刺激股市的回升。這次事件實際上敲響了一個警鐘是證明了地緣政治因素對東亞的經濟格局影響非常大。中日兩國作為世界第2和第4大經濟體，雙邊關係的任何波動都會產生廣泛的外溢效應。對於投資者來說地緣政治風險已經成為必須要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總之一句話，政客的一句簡簡單單的表態，這場由政治言論引發的經濟震盪，最終受傷的還是兩國的普通民眾和企業你看日本的旅遊業者面臨客源銳減的困境，中國的消費者也好像如果再去日本旅遊，就像背上了一個原罪一樣，他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旅遊目的地選項。日本的水產業者暫時失去了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消費者的餐桌選擇也變少了，股市投資者的賬戶在縮水，涉及雙方經貿往來的那些企業的經營環境在惡化。簡單來說，政客的一句話，付出代價的最終還是民眾。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政治言論的代價可能比想象中要更加沉重。
而經濟的相互依存既是合作的基礎，也可能成為施壓的工具。那很可惜，最終付出代價的往往不是那些出言不慎的政客，而是普通的民眾。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